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市售的咸面包大多都是包裹培根或者是热狗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款很不一样的双重起司鸡肉卷面包。嫩嫩的鸡胸肉搭配香浓的起司，每一口都是幸福。今天准备的材料大致上有这些：液体的部分有冰牛奶、冰水跟冰鸡蛋，室温软化的无盐奶油。把这些粉类通通的搅拌混合均匀。酵母的部分呢，我会在最后加入。现在把所有的粉类都放到搅拌钢盆里，把这些液体的部分用打蛋器搅拌均匀，然后缓缓的加入，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等面团成团后，再加入奶油，面团会越来越光滑。最后就可以拉出像这样的手套薄膜。来测量一下面团的中温，面团的最佳中温是25到27度之间。把揉好的面团整理一下，放到钢盆里面来。表面喷一点水，预防干燥，然后盖上一块布，我们要进行第一次发酵。发酵的时间会依照当天的气温跟湿度而定，直到发酵到2倍大为止。等待的时候来处理一下鸡胸肉，在鸡胸肉上做几个洞洞，这样好方便入味。正面反面都搓一搓，撒上一点盐、糖、胡椒调味，再来1大匙的清酒去腥。充分的抓揉均匀。煮鸡胸肉的方法很多，今天跟大家示范一下用蒸炉的方式来低温蒸鸡胸肉。如果你烤箱有探针的话，中心温度设定在64度，用80度来蒸煮。像这样就可以蒸出很嫩的鸡胸肉啦，或者是直接买市售的舒肥鸡胸肉也都是可以的。你还可以在面包里面加入一点新鲜的迷迭香草，增添风味。把香草的叶子拔下来，去除掉梗，然后剁碎一点，这样可以释放出迷迭香的香气。把准备好的香草先放一旁备用。来看一下面团发酵的状况。发酵好的面团表面会像这样有一个立体的球面。在台面上撒上一点面粉，预防粘黏。接着把面团倒扣过来，面团上再撒上一点面粉，轻轻的拍打排气。把面团往中间方向折，整理一下，称一下重量，这样好做分割。我们今天要把面团分割成4等份。把每一份面团轻轻的拍打排气，然后反面过来，像是包包子一样往中间方向收口，逆时钟方向戳圆。每一个面团都按照这样的方式。在戳好的面团上喷上一点水，预防干燥，然后盖上一块布，先让面团休息20分钟。时间到，把这些面团先移开。我今天准备2种起司，这是高熔点的起司丁，天然的起司片，任何种类都可以，看你自己喜欢。我们在台面上撒上一点面粉，预防粘黏。光滑面朝上，轻轻的拍打排气，用排气棍由中间赶出去。然后再把面团呢反面过来，光滑面朝下，把面团擀成18公分长、15公分宽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让面团整齐一点。这时候呢，把起司片放上来，我在起司片下面放上一些起司丁，增加不同的口感。接着撒上一点迷迭香跟综合胡椒，增添风味。
把切成等份大小的鸡胸肉放在中间，然后再一点黑胡椒调味，一点迷迭香草。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鸡肉卷卷起来咯。因为鸡胸肉比较大一点，卷的时候呢，记得要小心一点。如果觉得粘手，可以撒上一点面粉，继续再卷。收口的地方记得要捏合，这样烤的时候才不会爆开哦。两边也是一样的，要捏好。像这样捏成一个椭圆形的样子，把收口放在下方，这样就处理好啦。每一个面团呢，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卷。最后呢，我还要在面团上撒上帕玛森干酪，除了增添风味之外，表面也会美美的。我们先在面团上喷上一点水，接着再把帕玛森干酪直接的刨丝，帕玛森干酪就会附着在面团的表面。这时候呢，把烤盘铺上烘焙纸，把面团左右滚动一下，让旁边的面团也沾上一些帕玛森干酪。有多的干酪可以再撒一点在面团上，不要浪费了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把面团移到烤盘上，一个一个分别排好，把面团小心的放到烤箱里面来进行第二次发酵。发酵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左右。面团的大小会比原来再大1倍左右。现在把烤箱预热到170度，接着拿一把小刀或者切割刀，在面团上画出2道深一点的切割线。等烤箱预热好之后，把面团放进烤箱烘烤。烘烤的时间大约是12到14分钟，时间跟温度只是参考，还是要依照自己烤箱的状况做调整哦。好了，香喷喷的面包出炉喽！哇，这个起司鸡肉卷面包看起来好好吃哦！赶紧拿出来放凉，每一个看起来都好可爱哦。金黄酥脆的外皮搭配香浓的起司，光想到口水就流满地。早餐来一个双重起司鸡肉卷面包，搭配我最喜欢喝的绿拿铁。一餐里蛋白质、淀粉、蔬果都有了，营养满满，活力才会满满。好了，我的肚子已经咕噜咕噜的叫了，先喝一口绿拿铁垫垫肚子。哇，看起来好疗愈的面包哦！里面包裹着融化的起司跟嫩嫩的鸡胸肉。撕开面包的那一瞬间，视觉、味觉都满足了。其实我应该用刀子切会比较优雅一点，不过我太急着想吃了。鸡胸肉好嫩，好好吃哦！鸡胸肉搭配香浓的起司，果然是绝配。还有柔软的面包也相当加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